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，这周过得好吗？在和猫咪战斗了1、2周之后呢，我终于可以安心的住在新家了。那么搬到新家之后，当然购买了很多东西，但我今天是想要先分享我购买的一些新的电器。最主要是因为之前住的地方大小和这里不同，以前我是住在只有2间房间，大约56平方公尺的地方，现在则是住在有3间房间，大约95平方公尺的地方，所以等于是大1倍的空间。这时候以前的电器当然就不适合现在使用了，尤其像是和尺寸、频数有关的电器，都需要换大一些才可以比较合适。所以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我买了什么电器，以及为什么挑选它们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除湿机。那台湾的天气真的非常潮湿，即使是没有下雨的时候，湿度仍然很高。我之前有查了一下，人比较适合的湿度大概是40%到60%左右的空间。那我之前其实都不确定室内到底湿度多少，所以这次买了可以显示湿度的除湿机。结果每一次打开的时候，显示都是70以上，真的是吓死我了。但也让我意识到除湿机在台湾真的很重要，而且如果你是搬进一个新的地方，通常湿度也特别的高，所以都还是需要用除湿机好好除湿1个礼拜才比较稳定。那么我这次买的除湿机是多大的呢？我这次买了16公升的除湿机，售价是15000元台币左右，大约可以使用在16到19平的大小的空间。那你可能会觉得只针对一个房间除湿，这个好像有点太大。不过因为我是要拿来针对客厅和餐厅的空间，所以这台应该是可以刚刚好。加上因为我们新的地方厨房也没有门的关系，属于开放式的，整个空间大小大概也有十几平，所以我才选这台。那么它的品牌是 Hitachi 的，其实台湾人都很喜欢日本的牌子，像我们家洗衣机和冷气也都是，用起来觉得品质很不错，所以也就选择 Hitachi 的除湿机。那目前使用下来的心得，觉得相当方便。除了刚刚说它有显示湿度以外呢，还有定时的功能，可以选择你要开机几个小时就自动关闭。另外，也可以设定你想要的湿度，你可以设定60%的湿度，那么它的室内湿度到达的时候呢，就会自动停止。整体来说，对于想要省电的人，都是很棒的功能。所以目前使用到现在也非常满意。那再来想要介绍的是电视，原本其实我没有想要这么快换电视啦，但因为前一台机器也使用了3年左右，就像刚刚说的，之前住的地方坪数比较小，所以电视也买比较小台的，是大概40寸的电视。那一开始放到新家就发现真的有点太小了，我又是重度的电视使用者，所以真的有一些不习惯。那后来就询问亲戚朋友有没有人家要换电视，结果真的有，所以就趁这个机会买了新电视。那这次买的电视呢，是 Sony 的4K 电视，价钱大约是21000元台币左右，尺寸呢是50寸。那为什么我选这个大小呢？其实是因为我们家电视柜也不大，加上我不喜欢把电视钉在墙上，所以必须买大小可以放在原本电视柜上面的。不然，其实以我们家沙发到电视的距离，应该可以购买55寸的电视。不过也幸好选择了50寸，实际放到家里感觉是蛮刚好的，不会有太小的感觉，也不会看得很头晕。实际使用也觉得画质很好。那其实这次买电视真的有体会到，买电视一定要去现场看过。
在网络上看起来规格都差不多的电视啊，在现场看的时候，颜色、声音还有感觉都差很多。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或是亮度，如果你不去现场看，很难挑选出符合你自己喜好的。这次也是因为去卖场的时候有看到 Sony 的电视，和其他品牌比较起来，觉得颜色比较符合我喜欢的样子。虽然没有当下就在卖场买进，但回家做了功课之后呢，和听网友们推荐 Sony 的品质啊，还有保固等等，就选择买了 Sony。所以说，有些电器呢，还是鼓励大家现场看看，才能买到自己满意的哦。那最后想要讲的是微波炉。其实，在旧家的时候也已经有微波炉了，但是因为妈妈家里的微波炉已经不太能使用，想说把现在的给妈妈，那自己新家就换一台差不多价钱和规格的。但是这次我先生有一个新的要求，就是希望新的微波炉里面不要有转盘，就是有一些微波炉打开里面会有一个透明的转盘，是说可以让加热的时候更均匀。但是对于喜欢买便利商店爆米花回家的人来说，每次那个爆米花的包装纸都会常常旋转的时候卡住，让这些人非常困扰。当然，也有人就说，那你买大一点的就可以避免了嘛。不过我的需求又不需要这么大的微波炉，因此最后我们买入的呢是没有转盘的微波炉，又称为平板式微波炉。那品牌我是选 Sharp 的，价钱大约是台币3500左右，算是没有很贵的微波炉，功能也相当简单。而它的特色除了没有转盘以外呢，它的界面也都是实体按钮，这点就很有趣，因为我自己和先生都是在软体业待过，对于这些有电子界面或是系统反而没有这么喜欢。可能就是因为知道维修上的困难和复杂吧，所以现在更喜欢买有实体按键的东西，而且功能越简单越好，不想要买到很多用不到的功能，反而觉得是一种浪费。那虽然功能变少了，但是维修的几率也变低，使用上也很直觉，觉得是很好的使用体验。那么大家听完了我的选择，觉得如何呢？当然，这次搬新家不止买了这些电器，还有一些小东西。那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呢，也可以陆续和大家分享。那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关于我自己的体验、经验，还有生活。那当然都是跟台湾有关系啦。那如果大家对于台湾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文化的部分，或是有趣的事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那么今天就感谢你们的收听，希望你们天天平安健康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